据俄罗斯媒体塔斯社的消息称，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正在太平洋中部巡航，并于近日进行了一次反航母作战演练。而且此次军演中，军舰距离美国珍珠港最近时只有65海里。除了军舰以外，俄军从远东基地起飞的多架图142反潜巡逻机也参与了这一行动，成功找到敌航母并模拟了反舰导弹。另外，潜艇也参与了演练，负责更新敌航母的实时位置。据了解，作为这次军演的主演，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拢共分成了2个编队，以支援为主的舰艇编队扛起来扮演敌航母的任务，而以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为代表的作战舰艇编队则执行模拟导弹攻击。这2艘航母编队在进行模拟攻击时，相距300海里，约555公里。演习中，一枚 SSN-12 超声速反舰导弹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模拟发射。需要重点提到的是，该导弹不仅射程可达300海里之远，而且还能全程超声速飞行，且当量在1000千克常规弹左右，还可安装35万吨当量的核弹头。面对来势汹汹的俄罗斯海军，为了监视以及搜集信息，美国海军派出了3艘阿利伯克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对其进行了跟踪。毫无疑问，俄海军此次的大洋亮剑使得局势反转了过来，俄海军拿着美国的剧本，而美军拿着俄海军的剧本。不得不说，俄罗斯不愧是战斗民族，普京这是在用行动给中国上课。不过，美国人种种行为也确实证明了中国海军是该亮剑了。而且，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俄之间既然已经推动了新时代全天候战略协作伙伴这一关系，那俄罗斯现在在该区域举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中国实际上是很有必要去凑这个热闹的。而且，不管是从舰艇编队的兵力编程，还是出动规模，还是防空反导、电子对抗等方面来看，中国海军总体素质和规模都要比俄罗斯海军强一点，作战体系构成也要健全一些。现在，中国海军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战舰的规模、舰员的素质早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中国是该叫板美国了，就应该学习一下俄罗斯，在大洋深处进行一次规模宏大的演习。相信国人都在期待着一场地处大洋的演习。既然都已经说出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居高临下与中国对话，那是不是也不可能有一个国家能以自由航行的名义进入中国的南海呢？网民有句谚语叫中韩友好靠日本，这是因为无赖的日本拒不承认对于2战时期他们给2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所以中韩虽然关系一般，但是对于日本的情绪却是出奇的一致，都非常抵触。而最近韩国似乎正在考虑建造5000吨级的武库舰，可能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舰种比较陌生，这是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提出过构想的一种军舰，类似于地上的补给车、海上的军火库，是用来专门运载火箭弹一类杀伤力很高的武器的。而韩国想要研发这个，可能是因为与日本的海上摩擦日益加剧，所以想要有更强的海上后备和武装力量。有趣的是，2个国家虽然都是美国的小弟，但是美国却不会从中调停，因为美国人巴不得亚洲更乱一点，只要不影响他的利益，再乱也无所谓。只是这种军舰虽然是美军方面最早提出，但是也只是停留在构想阶段，并没有进行建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大型的火药桶，航速不算太快，又没有足够的侦察和自卫手段，很容易被直接摧毁。可以说，在导弹越来越快、威力也越来越大的今天，非常无用。但是韩国似乎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打算在这种型号的未知武库舰上设置80个垂直导弹发射单元，让其拥有区域战斗的打击能力，还有增加例如反舰、反潜、防空和反导导弹的武器。只是这么多料堆在一起，其原本的作用是否还能发挥出来，还是个未知数。毕竟这艘舰船只有5000吨，并不算是特别大的战舰，况且韩国对于军工的自主研发和设计能力较弱。援引我国网友的话说，设计个小型航母都设计出了2个舰岛，你还造武库舰？不过我认为这并不是件坏事儿，毕竟从这个战舰的设计规划来看，几乎是板上钉钉，不可能是用于与我国的对抗了。毕竟体量太小，更多的是强调区域作战能力。而韩国离我们国家很近，如果有异动，可以非常轻松地将其摧毁。并且最近韩日矛盾和摩擦有一定的升级趋势，所以韩国此番作为想法也已经非常明显，就是矛头直指日本。当然顺带或许也是想威慑一下朝鲜，但是不管如何，对我们的影响都只是有益无害的。若到时候美国的2个小弟真的搞起了窝里斗，不管是哪方占据上风，我中或许都可以静观其变，坐收渔翁之利。
几天之前，中国石油宣布，经过6年的勘探，我国新疆地区发现了10亿吨级特大油田，油田分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打破了10年来塔里木盆地石油勘探的最大发现记录。有意思的是，在新疆发现特大油田消息传出后，专注于东亚战略研究方向的英国学者汤姆·福迪在今日俄罗斯网站上以美国对新疆发生的事情如此感兴趣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那里有这么多的石油吗为题，报道了此次新疆油田的发现，并且探讨为何美国如今要制造新疆问题来针对中国，而新疆丰富的石油资源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近年来，我国在西北地区陆陆续续勘探出一些大型油田，不过大多数油田都处于保护状态，并未开采。相比之下，我们每年都在扩大对中东等地的石油进口。试想一下，为何我国自己的石油不多采，非得花钱去国外买呢？实际上，这就涉及到石油战略储备的问题。尽管说我国在新疆等地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对于一个体量庞大且发展迅速的国家而言，国内的石油资源肯定无法支撑起当前国家发展的速度，因此进口石油是必须的。而自己的石油还有另一个用处，那就是应对极端情况。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断插手我国周边事务，而且美国的战略上已经将切断中国能源进口作为战略决策。美国不断宣传自由开放的策略，从印度洋到马六甲海峡再到南海，处处掣肘中国，而这些水域是我国石油进口的重要通道。极端情况下，这条航线被美国人掐断的话，我们就会面临能源危机。再说说石油战略储备方面，国际能源署定的成员国石油储备标准为90天。根据一些数据，我国石油储备量大概在3300多万吨，此外还有2200多万吨的商业储备。这些石油储备能供我国使用多少天呢？答案是50天。因此我们就知道，在新疆发现油田对我国的重要性。一旦极端情况发生，这些油田的开采将极大缓解我国的能源危机。同样的，一直试图搅乱中国局势的美国也明白这个道理。英国学者表示，美国加大对新疆的指控，意在破坏新疆的产业建设，使得中国必须得依赖对外能源进口，而这是美国能采取行动遏制中国的最有效手段。也难怪美国盯上这，美国越是在新疆问题上咄咄逼人，就越体现新疆对中国的重要性。英国学者的文章也在外网引起强烈反响，毕竟美国打着人权为幌子，实际上为了石油而发动的战争不在少数。如同一位外国网友所言，美国只关心自然资源丰富国家与地区的人权问题，然后打着人权标签做不人道的事情。